因为美国人对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的态度跟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我们是很乐观啊，你要看统计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人中间大概只有6%的人认为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好，在中国有41%啊。换句话说，大家对于新的变化啊，中国人更乐观，美国人偏悲观。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主要担心啊，人工智能如果开始广泛应用，会不会使大量的中产阶级失业呀？因为你以前这个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这个工作机会外流，这再来个人工智能，好多人不就没工作了吗？那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论坛中很多人都在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啊，其中有一个教授，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所以我想今天重点来点评一下他的观点。那么这个 MIT 的经济学教授呢，他叫 Eric Brian Jeffson。他是什么观点呢？总的观点是人工智能对美国这个未来的经济长远而言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短期之内对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现在的生产率的情况并不是太乐观。那么也正是由于生产率的这种非常低，才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工资收入上不去。中产阶级现在情绪很大所以呢，这个教授就认为，生产率提不上去，这是美国现在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源之一但是奇怪的是他提到了一点，美国最近10年以来的科技创新，并不比以前少特别像人工智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什么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可以说涌现出了大量的这种科技成果而且美国的这些互联网的巨头们，你像不管是谷歌还是苹果亚马逊还是微软，这些公司都认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种终极突破的状态，马上就要起飞。所以他们最近几年以来从2012年以来吧，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投入的金额是过去的10倍所以应该说很多人都非常看好，而且已经认为它取得了实际的突破那么为什么人工智能它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却对美国生产率没有发挥一个往还来于既倒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就是这个教授他讲的一个中心问题。他提到这中间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技术派往往高估未来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当然，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见过很多你比如说，早在60年代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们就认为，原子能将是人类能源的根本的解决出路。但是你会发现，半个世纪以后，原子能仍然没有达到一个经济适用的水平，它仍然没有办法跟石油、天然气竞争当然后来呢，大家要提出原子能之外呢，比如说受控核聚变它所产生的能量也是终极解决思路，还差20年就突破，结果到现在60年过去了，永远还差20年，老是解决不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技术派认为很乐观的，像这个宇宙探险60年代末美国登月了，所以大家当时认为美国最晚在80年代就可以登上火星。结果现在，好家伙，40年过去了人类还没有重返月球。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汽车飞机就是一边开汽车，它能伸出翅膀来，还可以起飞。这也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了蓝图但这个蓝图到现在为止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面。还有呢，比如说生物燃料，90年代爆炒的这个乙醇要取代石油，要干掉沙特结果当年很火爆的这些公司的股票，现在早已灰飞烟灭。即便是人工智能，那也是在1967年就已经提出，人工智能将在90年代的时候超越人的智慧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显然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些技术狂人们总是偏乐观地估计这种社会未来的技术进步呢？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啊，但实际上做不到。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啊，设想2000年是个什么样，科学画报里面画的都是啊，整个这个城市上就是那种飞船飞来飞去。2000年早就过去了，我们看到飞船在城市上空到处飞了吗？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技术乐观派，它有一种过度强调技术的这么一种天然的这种倾向。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资本市场也特别喜欢爆炒技术突破的这样的一种技术革命的话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把投资人忽悠进来，自己好提前撤，啊，当然了，还有媒体，媒体如果把这个科技进步夸张到一种比较耸人听闻的程度，他拿什么去创造收视率呢？点击率呢？没有点击率又哪里来的广告收入呢？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基本上都可以听到一个重大的技术革命，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技术革命永远有一个总的规律，就是它是被追认的。几十年之后啊，人家认为哦，原来那是一场革命的起源，因为这种革命在爆发的初始状态，没有人意识到原来爆发了一场革命，所以一开始被炒作是革命的东西，往往最后被证明是泡沫，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他认为生产率的评估标准在经济学的统计标准上可能有问题，低估了这种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所有经济指标大部分都滞后所以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理解。第三就是技术突破，首先是被少数行业的少数人获益当然这也不是个新颖观点。它真正有启发性、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重大的技术突破，越重大的技术突破，它的社会影响面越广，所以它需要整个社会进行重新的组织来适应这种新技术，而这种重新的组织需要时间。这个是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观点因为它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解读，所以特别符合我的胃口。比如，它首先把人工智能定义成一种叫普遍性的技术什么叫普遍性呢？就是所谓 GPT（General Purpose） 这个 technology。这个 GPT 的概念就是它像一种平台。我们都知道，平台的突破往往比单一的技术突破它的影响面更大影响力更持久、更深远。什么是这种普遍性的普通性的这种技术突破呢？比如说在历史上来看，有很多蒸汽机就符合这个标准。还有呢，电气化当然也符合。还有呢，计算机、互联网再加上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些都叫这种通用性的技术突破。这些技术突破往往有3个共同之处第一个是它的这种扩散性，就是一个技术突破之后会在很多行业得到普遍应用你比如说历史上我们看到的这种蒸汽机，它首先是用在煤矿中去排水的，后来蒸汽机可以被装在火车上被装在轮船上，所以引发了很多行业的这种突破。第二个特点，改进性这种改进是什么呢？比如说电脑。一开始，这个我们所说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主要是说，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1倍，性能也将提升1倍。换言之，每$100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至24个月翻1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尽管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摩尔定律仍应该被认为是观测或推测，而不是一个物理或自然越来越快，所以成本会不断的下降也就是这种特性导致了它可以自我不断的改进还有就是它的连锁创新性你比如说互联网，我们有了互联网之后，不仅解决了 IT 领域中的问题，而且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新的行业、新的生产过程、新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3个特性来看，人工智能基本上都完美的符合比如说它的扩散性堪比电气化因为人工智能
不仅未来可以用在 IT 行业，它也可以用在金融行业，也可以用在医疗行业，可以用在我们想象到的其他的行业都可以，所以它扩展性很强。改进性呢，人工智能也像计算机一样啊，它的算法会越来越精准，然后它的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大，所以它会有持续不断改进的这种潜力啊。那么它的这种连锁创新性呢，那就像互联网了啊，因为当人工智能用到各行各业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创新，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去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等等，所以它是符合这种通用性技术革命的标准的。当然，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它属于这种通用性的平台式的技术突破，所以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将会非常的巨大啊。那么整个社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它啊。如果我们拿历史的案例进行对比的话啊，比如说电气化吧，电气化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该说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电气化，电是很早就发现了啊，这个在这个19世纪早期人们就知道有电了，但是电机就是电力驱动的这种马达，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美国的工业行业呢？大概是1890年前后。你比如说，这个芝加哥的地铁在1892年首次采用电机来驱动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电气化进入工业领域的一个发源啊。所以从那之后，你会看到，从1890年前后一直到1919年，这个时候这是个拐点。这个时候，美国进行电气化已经持续进行了快30年了啊。在这30年中间，到1919年的时候啊，美国整个工业企业中突破了一半的企业开始使用电力啊。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呢？在使用电机这个之前用什么呢？主要还是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啊，所以它经过了漫长的30年，才逐渐扩散到了一大半的企业。那么这种替代或者说这种电机取代蒸汽机，它一开始在前30年中没有引发生产率的这个巨大的改变啊。你比如说，美国在这30年中间吧，1890年到这个1920年之间，它的平均生产率一年增长多少？才1.2%啊！我们刚才所说了，这比战后最差的时候还要差啊！我们脑子里面觉得怎么会呢？电气革命或者电气化，这应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的发动机啊，怎么会用了30年，对生产率影响还这么小呢？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周期的一个问题啊。主要原因是，当人们一开始使用电机来取代蒸汽机的时候，初始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啊，但是降低成本过程之中，你会发现整个的生产的模式、工业运转的它这个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使用蒸汽机的那一套。蒸汽机时代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工厂的中心，它的能源供应是在中心啊，它是集中供应的啊，所以这个巨大的蒸汽机提供全厂的主要动力，那么所有生产设备必须要靠近这个巨大的蒸汽机。好，蒸汽机一转，它这个大齿轮一转，所有生产设备的小齿轮被它带动啊，得到动力来驱动你生产设备。好，人们一开始使用电机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沿用了这个思路，工厂的布局、厂房的设计还是蒸汽机时代，也就是你只把蒸汽机换成了电机，降低了成本，但是工厂的组织模式没有发生变化。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变化呢？逐渐发明出了独立的电机。独立电机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可以给每个生产设备、每个机床单独配一个比较小的电机啊。它的特点是一下就解放了你空间的布局，你这个机床没有必要全部集中在一起，你可以在全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啊，它都有自己的电机来驱动。这样一来，使整个工厂的厂房要重新设计，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会进化出流水线。福特公司搞出生产流水线，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这使得生产成本急速降低，工厂的效率大幅提升。要是没有独立的电机，你怎么做得到生产线
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它必须要在空间上要进行充分的分布，而在以前蒸汽机那个时代，你做不到。所以，独立电机的出现和它大规模的使用，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组织的状态，而这个转折，这个过程过渡时间用了接近30年。正是由于你有了生产组织模式的巨大的变化，所以才带来了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汽车成本下降，老百姓开始开车，所以他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不住在城里，住在郊外了，所以这就引起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它的商业模式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电气化过程中，电气化从一开始进入工业体系到它真正对生产率发挥影响，20年代了，用了30年的时间。从20年代之后，美国生产率才开始急速提升。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也许在20世纪初那个时候，社会它这个节奏比较慢，而我们现在是 IT 社会我们每天都日新月异，我们的节奏会比当年快得多。那么会不会我们使用新技术会比当年对生产率发生这个影响周期会缩短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以 IT 革命为例吧，再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IT 这种技术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生产体系，开始进行商业化的？这个元年应该定在1971年，就是当年英特尔公司搞出了第一个可以商业化的 CPU 4004它是个很简单的 CPU， 运算能力跟现在手机比那差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它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可以被商业化使用的这样的一种电脑的概念出来了，中央处理器。那么你会看到，从这个 IT 时代的起始的元年1971年开始，美国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出现变化我们一开始已经说到了，美国整个70年代生产率每年只有1.3%，这个数很差。80年代呢，生产率提升慢慢提高到了1.7%，这还是很差到了90年代初，美国赶上了经济危机，就是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一直到90年代中，经济才明显的好转。所以从 IT 革命的爆发的元年7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25年过去了，美国的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高于平均水平。这还是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当你使用一种新技术的时候，社会对它的适应是需要时间的，社会需要重组，商业需要重组，所有东西都要发生重新组合。你没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这做不到。你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的使用 ，CPU 首先用到哪儿？用到过程管理上，自动控制流水线、生产线。自动控制技术首先用在工业领域中，然后呢，就是 PC 机出现大家开始使用这个个人计算机来完成日常工作你比如说以前大家都是用打字机打文件，现在你可以用电脑来打文件了方便很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以前你是用纸质的这种报表来填写各种数据，现在有 Excel 表了你可以在这个表上自动的进行电子这个数据的这种加工。后来又出现网络了这些文件数据可以在电脑之间彼此交换变得更方便了。最后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应用的软件，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一直到90年代中之前，所有 IT 领域应用的方向基本上围绕着过去的传统的工业组织模式，并没有发生质变，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这跟这个电机进入工业领域的状态是一样的。你用电机取代蒸汽机，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是工厂的组织管理形式、工厂的设计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质变。所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你比如说我是94年到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接触到了这个电子邮件。互联网当年还非常的原始，还没有图形的浏览器，所有东西都要敲命令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跟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在俄亥俄州第一次用电脑通过 Finger 我找到了他之后，我们开始在电脑上我敲一行字，他可以马上给我反馈。
哇塞，我当时吃惊的不得了，原来还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你之所以要使用网络去跟他这个互动，而不是打电话或发传真，道理是一样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省去电话费啊，节省我的成本啊，因为电话费长途电话很贵的当时。所以呢，你会看到90年代94年的时候，我个人的体会是，美国当时的生产和组织方式，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没有发生质变。什么时候开始质变呢？1995年，网景浏览器横空出世，有了图形的浏览器，哇塞，马上从95年开始，美国的所有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你有了网页啊，你有了电子商务，你有了互联网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包括现在的移动互联和所有的事情，都跟1995年这个时间点有关。这就好比是电机，独立电机被发明出来，开始广泛应用在工厂领域中，导致了空间组合、工厂的布局，最后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影响到商业模式，影响到生活模式。所以 IT 在进入这个整个社会的时候，也是经过了25年漫长的过渡，才引发了社会组织体系的全面的质变。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来对比，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不管是电气革命还是 IT 革命，都需要一个25年到30年的一个过渡周期，等待它才能够引发生产率的明显的变化。美国是从95年开始，生产率才明显的变化明显的提高，原因就在这儿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在我看来，就是如果我们看每一个公司，你都会发现就是人们对于传统的技术和传统的工作方式有一种依赖习惯了。你让我学新东西，我觉得累得慌你比如说，我看到最近一篇报道讲东莞机器换人大规模使用机器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第一线的操作工人，你让我以前去工厂在生产线上操作一个具体的事儿，这个我没问题，我能做到。但是你现在让我给机器人编程，这玩意儿我学不会呀。你会发现大概只有10%的这种员工能够去学，能够静下心来去学，而且能把它掌握，能够使用。90%的人要么回到农村去了，要么转行去做快递了要么去做其他服务行业了。这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年龄越来越大，他对新东西的掌握能力和吸收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他没有干劲去迅速掌握新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来回顾这个当年的电气时代和现在 IT 时代，你都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永远是年轻人他们对新技术掌握的最快，一开始就接受这玩意儿，所以骨子里面是带有这个新技术的基因的，他们领导着潮流左右着未来发展的这种趋势和方向。那么我们来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也一样。你往四周朋友这个圈子里面一扫，你会发现在互联网行业的这些人，除了极个别的高管绝大部分人都是80后和90后年纪再大的没有办法掌握 IT 技术了，这太复杂了，对他们来说。这个年纪也大了，又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事情拖累，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学习、去读书、去提升自己，做不到，太累。那么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人工智能公司显然会是以00后主导的公司那么80后这些人未来学起来就会越来越吃力，90后的要想跟00后这个冲劲相 PK 的话，也会非常的力不从心所以未来新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很可能是以00后作为主要创业者的这批人所开创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形成新的这种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国内的互联网的几大什么 BAT， 他们非常热衷于人工智能。什么原因当然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潜力巨大，商业潜力巨大，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明白，你是一家老公司了20年前成立或10年前成立的，你这公司的普通员工的年龄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已经大到一定年龄了。
你的基因是互联网的基因，但不是人工智能的基因。所以，你如果不迅速转型，如果不往这个方面使劲去投入的话，你就跟不上潮流。他们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新的00后搞的天生的这种基因，就是人工智能基因的公司，你要跟它 PK。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美国的这个 IT 行业其实也有这个规律。比如说微软，80年代的公司，你到了互联网90年代的时候，你跟不上趟儿。不是说微软没有钱，微软很有钱，但是由于整个这个公司年龄已经偏大了，你对新技术的理解，你对它的敏感程度，你肯定比不上那些新崛起的、一开始就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像谷歌、像脸谱公司。那么你能不能采取收购的办法呢？其实也很难。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谷歌，它明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所以前2年连续收购了9家机器人的公司，只要谁冒头，他就把谁买下来。这是一种人才垄断啊！我把你垄断起来之后，其他人工智能就缺少人才，它发展不起来呀。当然，我有了这些人才，我可以发展我的人工智能。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天然的基因不是人工智能的基因的公司，在整合这些机器人、这些公司的时候，面临了巨大的困难。几年下来，这9家公司基本上整合全失败了。当时这些核心的人员，有的转岗了，有的就自己去创业了。这说明一个道理：你资金再雄厚，由于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技术，每年新东西层出不穷啊。任何一个大学生出来都可能搞一家貌似是独角兽的公司。每年成百上千的潜在的这种公司，你收谁呀？你要花大量的资金，消耗大量资金把它收起来之后，又无法整合，那你相当于投资亏本啊！最后你还是防不住，这就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残酷的规律啊！年轻的公司，天生具有这种技术基因的公司，最后永远它是会后来居上的，你挡不住也防不住。如果我们看过去100年整个商业这种工业体系的进化，你会发现，总的趋势是，这种知识密集型的公司占据的优势越来越大啊。传统是资本密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转向了知识密集。你如果对比当年的电气化和 IT 革命，你会发现这2个时代确实是很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在 IT 这个革命时代，它的科技创新啊，以专利数作为一个统计标准，那比电气时代高出了1倍。如果以新商标啊，发现了新商标，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来对比的话 ，IT 时代比电气时代高出了6到7倍。还有，在 IT 时代，这种硬件淘汰的速度，就或者说它这个升级速度特别快，它的这个硬件的成本下降比电气时代那要快了100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 IT 技术所带来的这种连锁性创新，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那比电气时代又要高了多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生产率的影响力而言，知识密集型越大，你会发现它未来这个连锁创新的能力就越强，对整个生产率所产生的时间影响力的时间也会被延长啊。那么这是一种总的规律。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这个教授所提到的这几个原因，特别是第4个原因中间，为什么一个新技术进入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25年到30年，才能够使整个社会发生普遍的这种反应，才能产生质变，才能对生产力发生明显的影响。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社会重组需要时间，还有人才的可以说新陈代谢吧，也需要周期。除了这2个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技术它对传统行业的渗透率，它是有一个极限的，并不是说来了一个新技术之后，传统的这个行业就完全没有生存余地了。形象说吧，黄金这个市场就好比是华北大平原啊，一望无际，这种地形非常适合于这种机构的大兵团作战，重型武器、坦克、飞机、重炮可以轮番轰炸。在这个市场中，它的这种期货交易、衍生交易的总的交易量远远超过黄金实物的交易量，所以它可以完全取得主导权、定价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那样一个市场中，散户是没有办法去跟机构 PK 的啊，往往惨遭屠杀，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比特币目前这个市场，
它是一个典型的崇山峻岭的山地作战，它是游击战，大兵团开不进来，坦克、重炮、飞机，它的效力会大打折扣。所以在现在这个市场中，以目前这个几千亿的规模来看，它的定价权仍然掌握在比特币的庄家他们的手上。所以，你即便提供了期货这种做空的武器，它也发挥不了效力。因此啊，现在华尔街这些人的主要的思路就是要改变作战的态势，从山地游击战转变成为平原的大会战。办法是什么？招安呢，就是通过期货交易啊，这是芝加哥的交易所，属于政府管制的，这打开了通往合法性的大门。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大规模的资金要进来，他没有办法，就是要求投资人人人都去做期货，这难度太大。所以你还必须要成立这种可以交易的基金，你像 ETF， 就是要游说政府监管机构允许 ETF 以比特币的这种期货合约作为基础资产，能够在市场上募集大规模的资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时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只有这种 ETF 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认可，这种基金才能在市场上大规模的募集啊散户的钱进来去炒比特币。因为现在比特币涨得很厉害啊，所有散户都想进来，但是不是每个散户都能操作期货的，因为那个要求太高，风险极大。所以你要有了 ETF 基金，散户的钱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基金来间接的参与比特币市场。好，这样大规模的基金就进入了这个比特币这个战场。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就是在可能未来几年之内，比特币的这个总的交易规模会逐步放大啊，这个盘子会从几千亿变成几万亿啊。只有到那个时刻，华尔街开始利用平原作战的这种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做空的手段，这个条件才具备。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轮番做空啊，看到这个市场剧烈起伏啊，剧烈震荡，条件必须得是战场的环境从山地游击战转变为平原大会战。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啊，特别是衍生品，这些衍生品的交易量会越来越庞大，最后会完全压倒比特币实际交易的规模。也就是说，这种定价权已经从比特币的实际交易转向了那些根本就不拥有比特币、也不准备拥有比特币、完全对赌的这些人手上，就是华尔街会逐步的获得定价权。比特币和黄金啊，都是属于对现有的这种金融体制会造成潜在威胁的一种力量啊。比特币是反建制派的现在的领袖，黄金是从前的货币之王。最终的结果你会发现，华尔街迟早会把比特币跟黄金一起关在地下室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发展的总的态势。根据这样的分析判断，我们可以大致预测一下比特币未来的走势。在短期之内，当比特币这个市场规模仍然在几千亿美元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它的主要态势是山地游击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继续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遭遇重大的暴跌，那么那些 ETF 那些基金就不可能在市场上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散户一看，好，跌了50%，那谁还敢去炒啊？所以，由于募集不到资金，这个市场规模就会受到限制。受到限制，那么它的基本形态仍然是山地游击战，大兵团进不去啊！你要想强行做空，搞不好会被游击队包了饺子。那么，当这个市场扩张到数万亿美元的规模之后，它的形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定价权最后会被华尔街所获得，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市场一定是剧烈震荡。那个时候，投资比特币的散户会惨遭屠杀，就跟黄金市场发生情况是一模一样。所以啊，对于华尔街这些人来说，对于比特币的态度一开始是封杀，啊，再加上政府的这种封杀，但是会发现封杀不住，所以西方有句谚语，
你如果消灭不了了敌人，就要交朋友。比特币也是一样，如果我用各种手段都没有办法消灭你的话，那我就想办法招安你，招安就意味着把你从山地请到平原上，然后我就好收拾了。所以这个基本思路就是用招安的思路把比特币这帮人请下山来，请到平原来然后好收拾。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要远比以前的去批判它、去封杀它要高明得多啊。当然，除了比特币的走势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就是比特币背后究竟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属性？比特币听起来像一种货币它是不是一种货币，还是一种资产，或者是一种互联网提供的一种数字服务？那么从货币属性来看大家都知道货币有3大属性，它是交易媒介，它是记账单位，它是价值储藏。如果我们看交易媒介这个属性来看那么比特币有点符合这个标准，因为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电商是愿意接受比特币的。另外，我看新闻媒体报道，像日本的一些公司甚至愿意给员工用比特币发放工资，如果你接受的话。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比特币是能够在真实市场中进行支付的，它可以作为交易媒介存在。那么如果从它的这个记账单位来看呢，也一样，因为比特币的天然它就是一个大账本它起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记账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准备立法让比特币合法化，用比特币可以进行公司债务的偿还，甚至可以交税。比如说德国就在准备这么干。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合法的记账单位，似乎问题也不大。那么价值储藏呢？由于比特币它的发行是有上限的，2100万个，这就是数学规律所确定的一个上限。也正是由于物以稀为贵，为什么大家都买它？因为它少它未来是有限的，这是它上涨的价值储藏的一个基本动力。那么如果说比特币具备着这货币的3大属性，它是不是就可以被称之为货币呢？其实在历史上来看，具有货币属性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最早的你像贝壳像牛，还有石头、烟草、金银，都曾经担当过货币。如果你把大家逼急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做货币。你比如说在2战时期的战俘营里面，这些战俘们用香烟作为货币进行买卖，没问题。那么在这个其他的像美国大萧条时代，全国的银行关闭10天，大家没现金了怎么办？在纽约你会发现，纽约人创造了新的支付手段。你要去看拳击比赛，你可以用自己的帽子或者用肥皂来买门票，这都没问题。还有2战时期，2战之前的这个希特勒刚上台，这个德国由于缺乏外汇，他做国际贸易只能以货易货他用军火来交换中国的钨矿砂，他是把军火当成支付手段，这也没问题。可以说货币可以有很多，具有货币属性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好货币却不多。什么叫好货币呢？如果我们把货币的3大属性结合在一起，你可以提炼出好货币必须要具有一个共性，就是它必须要是经济活动非常稳定的度量衡。只有这个度量衡稳定，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才有利。就像物理世界中那个千克、米和秒，这玩意儿不稳定，经济就没法稳定。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比特币虽然具有货币属性，但不见得是最好的货币，因为它的度量衡太不稳定了。好家伙，你1年涨18倍，拿着比特币的这些人还愿意去花这个钱吗？花了钱不亏了吗？你如果1年暴跌50%，那这些商店还愿意接收比特币吗？他要接收它，这个生意就亏本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的投资价值并不主要是源于它的货币属性。我们再来分析比特币的资产属性。所谓的资产有2类，一类呢是有现金流的资产，一类是没有现金流的资产。比如说股票，它有分红债券它有利息，房地产呢
有租金收入，这都是有现金流的资产。没有现金流的资产呢？你比如说梵高的油画金银珠宝、翡翠玛瑙，这是不产生现金流的。但是这些东西由于它可以很容易在市场中被转变成现金，所以它是有经济价值的，它是一种资产，这没有问题。那么比特币跟这些东西比起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呢，它背后有所谓的内在价值，我们是可以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股票，它象征着对某家企业、对某家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这家企业、这家公司它有生产力，会生产东西，所以它是有内在价值的。梵高的油画它背后反映是这个画家他的一种创造力，它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也是有价值的。金银珠宝呢也一样，你得去探矿，你得去采矿，你得去精炼，你得设计、加工、生产，所以它是有成本的。这种资产背后有价值，我们可以理解。比特币有什么？比特币就是一个数就是互联网上一个数字。这个东西它有内在价值吗？它有这种代价、有成本吗？其实是有的这就是比特币必须要依靠强大的运算力。比特币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比特币的核心是区块链，区块链上有一个大的账本，你要想维护这个账本不被别人篡改，这得花费巨大的代价。因为互联网这个江湖上有很多江洋大盗，还有很多黑客小偷，每个人都惦记着去把你的大账本把这个钱给弄出来花。你要防住这些人怎么办？你就必须要依靠矿工挖矿，靠矿工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不断去使用消耗这个巨大的电力，激烈竞争然后才能够守得住大账本。也正是由于他们这种激烈竞争，导致了经济成本太高，所以吓退了江洋大盗，让小偷和这些黑客们不敢轻易涉足这个领域，因为你得花巨大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比特币的内在价值就是要维持这个大账本需要强大的运算力，而这个运算力必须要依靠不断的升级硬件和消费大量的电力。可能有人会说比特币这种消耗大量电力和运算力，这玩意儿是完全是一种浪费这对社会的生产性没有任何的帮助纯属浪费，毫无意义。不过如果提出这样的观点的话，我们要分析了，因为好东西、好货币跟好资产一样，必须要有经济代价，没有成本的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你比如说货币，以前大家用黄金，大家知道黄金是有开发成本的。当年巴菲特就曾经说过说人类用黄金做货币很不可思议，没有意义，因为你得开矿，你得去精炼，然后把黄金从地球的这部分挖出来，再运到另外一部分去储藏起来，这有什么意义这不就是浪费资源吗？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认为我们现在货币制度多好我们是信用货币，我们就是政府说一句话，让这张纸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这不省去了开挖黄金、挖矿这些成本了吗？极大的节省了这种劳动力节省了劳动资源，然后大家人人都很方便，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信用货币那比以前的这种货币体系成本低多了，经济效率高多了。这只是一种看法，其实信用货币背后的信用难道没有成本吗？信用是什么？信用是自律自律是要做出牺牲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吧，很自律的人，别人都在喝酒聊天放松的时候，他却不得不一个人在那儿读书学习，给自己充电。当别人都在家里睡懒觉的时候他要在外面锻炼身体跑步。什么是自律自律就是你得牺牲常人认为是美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别人有你没有，你必须要放弃掉，这是一种牺牲和代价。所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牺牲和代价，你所获的东西它才有价值，别人才会认可。比特币它的价值就在于，我是通过巨大的算力的消耗和电力消耗才赢得了我的价值。所以由于你付出这个代价，市场认你，市场尊重你，所以你才会有市场的需求。
而现在的信用货币体系呢，这要求发行货币这个发行方必须要高度自律，也就是这个发行方，各国政府必须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严守货币的纪律。你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货币自律呢？所以这就是比特币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的规律。当然了，说到比特币的这个资产属性，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考虑到它的资产属性的时候，不能只看短期，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中长期它的一种长期价值是不是稳定。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比特币是具有着资产的属性的。但是你要想长期持有它，你就必须得不光是看短期它的价值，还要看它长期价值它稳不稳定。在我看来，比特币的长期价值取决于2个因素一个是它自身的，就是比特币所创造出来这个区块链技术是不是足够的成熟；第2个因素就是看它的竞争对手是不是足够的强大。你比如说区块链技术，这是比特币首创的，应该说这个技术是一种重大的创新，而且前程远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展道路会一帆风顺因为量子计算机的崛起有可能会挑战区块链它的技术的核心也就是它的加密。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它的加密分成2类，一类加密呢是竞争记账也就是形成大账本的时候，我要把小账本加上大账本，这需要什么？需要算一个随机数，就是这个随机数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和电力，就是要看谁先算出这个随机数，谁先算出来，谁的小账本就能加到大账本上去，同时获得比特币的奖励。算这个数，这是个天大的难题，很困难。第2个加密是什么呢？是所谓的公钥私钥公钥就好比一个家庭的住址，私钥就好像你找到这个家之后，你们家的门钥匙，这永远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现在这种算法，通过这种数字签名，通过其他这种算法，你是可以通过你家里的门钥匙，很容易计算出你们家庭住址来它是单向的。反过来计算，那就是个很大的难题，很难算。它正是基于这2套加密技术，构筑了整个比特币的数学加密，也就是这个东西使它这么值钱但是量子计算机如果出现之后，对这2种加密技术都会构成挑战。比如说我最近看到 MI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1月8号它的一个技术分析报告，有一大帮数学家们根据现在量子计算机研究发展的这个进度，还有对它的算力的预估，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比特币它的安全性会受到量子计算机现实和迫切的挑战，这是它的题目它怎么来估算这个事儿呢？你比如说，他们经过测算发现，如果量子计算机出现之后，比如说在实验室里面造出样机来，用这种样机想攻破这个大账本，就是你想用你的小账本通过量子计算，你战胜所有的对手，把你的小账本加到大账本，这个过程算那个随机数，就这点而言，量子计算机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就想战胜现在的这个挖矿这些集群的这些服务器，恐怕10年之内还做不到。不过量子计算机如果用来反向计算，从公钥反向推出私钥来，这对量子计算机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实验室里面计算机就能在1到2分钟之内破解这个私钥，这意味着什么？虽然它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你的大账本，但是它会极大的破坏你的信誉。也就是说，知道现在江湖上出现个江洋大盗，这个江洋大盗武功非凡，可以随便跑到你们家去偷东西，那你这个信誉就没了，会使比特币这套体系的价值大大的受创。这个过程还需要多少年？由于量子计算机现在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竞相投资要研发的一个正在进行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
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是未来信息战的杀手级的武器，所以不惜代价拼命研发。现在中国、美国、日本还有欧盟，基本上大家齐头并进，很多科学家号称5年以内可以研发出来实验室级别的量子计算机的样机。考虑到各国的这个政府和军方情报部门会首先把量子计算机锁定在解密这个问题上，那么这帮人用比特币这套体系来练练手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因为比特币对现有的政府体系、金融制度都构成了重大挑战，拿你练练手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窗口要求比特币需要迅速的升级它的加密的这个算法。这个时间窗口以前大家估计很长，10年之后的事儿，现在看起来不是10年，可能是在3、5年之内就有可能突破。尽管短期之内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像美国中央情报局 NSA 这样的情报组织用造价极其高昂的量子计算机，比如说5000万美元一台样机啊，搞成一个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挖矿集群，去跟比特币的矿工竞赛，这是短期之内看不到的。但是这帮人如果用一台机器的算力来破获一个数字签名，来解密一个私钥，这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几年之内，比特币如果不能够完成这种加密的更新换代，那么它的麻烦就来了。除了这种技术的挑战，其实还有竞争对手的挑战。由于比特币这个区块链它是个开源技术，你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别人一看，哦，搞明白了，人家也会用，所以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比特币的竞争对手存在了。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新的出现的后来的竞争对手，能够找到一种杀手级的应用，让这样的技术获得极大的推广的价值？比特币是一个例子，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比特币这个模式跟黄金结合在一起，搞出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可不可以呢？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你现在大账本上打开那个账户，你看到什么？是一个数。如果这个数它只是个指针，指向的是瑞士银行的金库里面的某一根金条，那么比特币，那么这种数字的比特币、数字黄金的比特币，它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了。它的价值之锚将不再是一个算力维持的一个数字，而变成实物黄金了。全世界对实物黄金的信赖程度会大大提高，啊，它就有了价值之锚。另外，你这个区块链可以提供转账、记账的服务、支付的服务，这没问题。所以从最后的效果来看，什么点对点支付、什么匿名支付，所有的这种比特币，它拥有了方便性、便捷性，这种新的数字黄金货币都会拥有。当然了，它唯一损失的是一个去中心的一个特点，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托管方托管你的实物黄金。但这种缺陷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加以弥补，比如说在金窖里我放很多摄像头，你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监控我的金条是不是躺在架子上啊，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而且你还可以通过物联网的技术把每根金条上都放上芯片啊，物联网的这种芯片，这种芯片上可以记录所有人的特定的这种信息啊，这个你是所有者，你的信息被写进来，谁也改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有人攻破了，比如说区块链这个大账本，他看到的只是数字，他拿不走你的黄金，那在金库里，而真正的所有人的信息是存在你手机里或者你指定的任何地方，这就解决它的安全性的问题。诸如此类的新的应用场景可能有很多，所以到底比特币之后的竞争对手能不能搞出一种杀手级别的应用，这个东西还很难说。所以比特币现在是先驱还是未来会成为先烈，这还得等着瞧。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我想说比特币的趋势在我看来，在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小的情况下，比如说数千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市场盘子，那么比特币的主要定价权仍然掌握在庄家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比特币是可能出现暴跌，
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同样会很强烈。当这个市场扩大到了几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个时候，定价权将从庄家手上转移到华尔街的手上，那个时候市场将剧烈的动荡，散户投资者将很有可能惨遭屠杀。那么从比特币的属性、投资属性来看，它类似一种货币，但却不是货币。它有一种资产的属性，但是这种属性就长远来看并不见得稳定。它可以说是一种数字技术的服务，但这种服务未来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搞明白这些特点之后，大家再去思考要不要介入比特币这个市场，